上一集我们讲到，丁丁泡沫红茶从一间一人小店慢慢成长到大型企业，解决的问题是，当客人变多之后，系统要怎么撑住？这一集我们锁定在怎么让客人顺利拿到饮料，对应到技术上，就是要来谈谈部署这件事情。这集不是要一次把每一个工具都学完，而是先帮你建立一张部署地图，让你以后听到 EC2、Marcel、Render、Lambda， 至少知道他们大概在哪个位置。我们开始，丁丁的成功故事很快就启发了很多年轻人，因此有一次人物专访，主持人访问到了丁丁。主持人问到：“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手摇店呢？”原来是因为在开店前，丁丁就很喜欢在家里做饮料，亲朋好友喝了都说很好喝，因此才开始有了开店的念头。因为总不能让大家都来到客厅喝茶吧。对应网站的世界，一开始我们写好的网站，通常只有在自己的电脑能跑，可以打开浏览器，输入 localhost:3000，画面有出来，按钮能按，资料也能存。但问题是别人连不进来，因为 localhost 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的这台电脑。在这个阶段，严格来说还不算部署，因为部署的定义是让程式从只有自己能跑，变成外面的人真的能用。实际上，部署通常包含3件事：第一，把程式放到一个外面连得到的地方；第二，把服务启动起来；第三，给使用者一个网址、App 或其他可以使用的入口。所以部署不是只有把程式丢上去，而是让服务真的可以被外部使用。回到采访，丁丁提到，他当初其实没有贸然开始采购设备，也没有一开始就租店面，因为他知道在还没确定大家真的买单之前，先花大钱开店很危险，所以他先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生意，用试营运的方式来验证一下市场。对应网站的世界，其实我们现在手上的每一台电脑都可以拿来部署，让外人连线进来使用。这就像丁丁先把自家的门口当作试营运的场所一样，这种做法很适合 demo 测试、短期验证，但它不适合当长期正式服务，因为你的电脑可能会关机、断网、睡眠、换 WiFi， 只要其中一件事发生，服务就会消失。常见可以做到这件事的工具，像是 Cloudflare、Tuno、ngrok， 他们可以帮你开一条临时的通道，让外面的人连到你本机上的服务，但这比较像试营运，不适合长期用这样的方式部署，除非能确保自家的电脑能稳定且不断电也不断线。回到故事，也因为在自家门口的小规模验证，发现街坊邻居也都喜欢后，丁丁才毅然决然的在山下开手摇店。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幻想去开店，而那间手摇店也是租的，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间空空的房子。不过好处也在于，它可以任意测试摆设、测试动线，柜台放哪里、冰箱放哪里、出餐口开在哪里，都可以自己决定。这对早期的丁丁来说是好事，因为自由度最大。对应网站的世界，我们通常不会用自己的电脑拿来做正式的部署，而是会在云端租一台比较稳定、不容易断电断线的电脑。这种云端电脑，工程师常会称之为虚拟机器 VM 或者虚拟私人伺服器 VPS。你可以把程式码部署在里面，再开放让使用者连进来使用。租整台云端电脑的好处是自由度最大，你可以在里面安装任何想安装的东西，例如 Node.js、Python、资料库或其他系统套件。这很适合前期系统还不稳定，需要快速测试、快速修改的时候。但坏处也很明显，这台电脑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丁丁租到的那间店一样，只有门牌、水电和空间，其他事情都要自己处理。对应到伺服器就是套件要自己安装，服务要自己启动， log 要自己看，备份要自己做， HTTPS 要自己处理，服务挂掉后也要自己想办法重开。所以 VM 或 VPS 的重点是自由度最大，但责任也最大。这种做法在云端服务分类里通常叫做 IaaS。IaaS 的全名是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， 中文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，意思是平台把最底层的基础设施租给你，例如 CPU、记忆体、硬碟、网路、IP 等，但里面的作业系统设定、套件安装、服务启动、监控、备份就要自己处理。上集也有提到，很多人的服务其实开一台 VM 就够了，因为使用的人数根本不多，或者需要符合的资安规范也没这么高。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租这种云端电脑，例如 AWS 有 EC2 或 Lightsail，GCP 有 Google Compute Engine，Azure 有 Azure VM， 以上3种都有自己的生态系和服务可以串接，使用起来也稳定，可以选一个使用起来最上手的就好。而如果要比较简单的设定，不想过于复杂的操作，有 DigitalOcean、Droplet、Linode、Water 等。以上这些服务本质上都是租一台云端电脑给你，每一家都能选电脑的规格，差别是有些平台选项比较简单，规格和价格也比较好懂，有些平台选项很多，可以调得很细，但规则也比较复杂，所以要看清楚收费方式。换成丁丁的故事来看，就是不同的房东条件不同，有些房东会因为你的人流多，再多收一笔费用，有些房东则是不看人流，就是固定租金吃到饱，不是谁一定比较好。但如果你只是第一次部署，选一个简单好上手的服务就够了。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
未来要做大型系统，或者需要有完整的资安规范或很多周边配套，那 AWS、GCP、Azure 这种大型云端平台就很适合。温馨提醒，一定要注意收费方式，建议每天都去看一下使用量、账单这些页面，看是不是有超乎预期的收费。用 AWS 的话，高几率看到账单会吓一跳。回到采访，丁丁提到他事业上最大的转捩点，其实就是遇到那位专业经理人。那位经理人给的建议是，如果真的想开分店，不要只想着一间一间的开，要把开店变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流程。因为现在手摇店其实不好做，真正赚钱的很多时候不是每天站在那边卖饮料，而是把品牌 SOP 和系统整理好，让别人加盟，再收取加盟金和管理费。而当时候遇到的状况是，虽然餐点已经 SOP 化了，每杯饮料怎么做都写得很清楚，可是每一间店真的要开起来还是很麻烦，要找店面、找师傅装潢、安装冷气、拉水电、装网路等，甚至还要确保每一间店的设备规格都一致。所以当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找统包厂商一起处理，只要把开店 SOP 交给对方，对方就会照着规格把店面一次弄到好。等到装潢、水电、冷气、设备都完成后，丁丁只要带着员工进场就可以开始营业。回到网站的世界，上一集我们提到 Docker 的重点是把程式码需要的环境、套件版本、启动方式一起打包成标准格式，这样的话服务不管放在哪里都比较能用一样的方式跑起来，不然很常出现一种状况，在我的电脑可以跑，搬到云端就会坏掉。但 Docker 本身只是把服务打包好，它不会帮你决定服务要跑在哪一台机器，不会帮你把外部流量接进来，这正是刚刚说的统包厂商要解决的问题。对应到网站的世界，这叫 CS Container as a Service， 中文可以翻成容器及服务，可以把它理解成网站世界里的统包厂商，把打包好的 Docker image 交给他，他就能帮你处理很多麻烦事。例如，第一，帮你找一个地方把服务跑起来；第二，帮你把服务启动；第三，服务挂掉时帮你重新启动；第四，新版本上线时帮你部署更新；第五，流量变大时帮你增加更多资源；第六，帮你接网址 HTTPS， 并提供一些常见的观测能力，例如 log、监控或告警整合。所以你不用每次都自己登录一台机器，手动安装环境，这就是 CS 的价值。它不是让你完全不用懂技术，而是把很多重复、麻烦、容易出错的基础设施工作交给平台帮你处理，像是 Google Cloud Run、AWS App Runner、Azure Container Apps 都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。再更进阶一点，上一集我们提到 AWS 的 ECS 这类容器管理平台，它比较像是帮你管理一群 container， 例如他们要跑在哪些机器上，要跑几份，挂掉时要不要重启，流量要怎么分配等，所以它比较适合服务变多、架构更正式的时候使用。而跟 CS 很像的另一种形式，你不需要先打包成 Docker image， 只要把原始码交给平台，平台就会帮你判断这是什么专案，安装需要的套件，编译程式，并把服务启动起来。这种形式叫做 PaaS， 全名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， 中文可以翻成平台及服务。相较于 CS，PaaS 又帮你处理更多事情，因此使用门槛通常更低，但相对的，能控制的环境细节也会比较少，像是 Heroku、Render、Railway 等都属于这一类服务。最后温馨提醒一下 ，CS 和 PaaS 很适合跑你的程式，但不适合把重要的资料直接存在服务本机里，因为平台可能会重启服务、搬移服务或开出多份服务，所以像会员资料、订单资料、图片档案，通常要另外放到资料库或平台提供的储存服务里。不要以为程式跑起来后，所有资料都可以存在那台机器里。讲到这里，以上分享的是服务要交给谁，帮谁执行，没有特别区分前后端。但如果要分得更细的话，其实可以再把服务拆成前端与后端，因为两者在部署的时候在意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。前端部署通常处理的是画面、图片、CSS、JavaScript 等，而前端部署又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是静态档案部署，不用再编译过，主要是 HTML 加 CSS 加 JavaScript 的组合，就可以用 GitHub Pages、Firebase Hosting 或 AWS 的 S3 加 CloudFront。第二种是有原始码，但要编译过后才跑得动，就可以使用像是 Vercel、Netlify、Cloudflare、Pages 等工具。它们不只是放静态档案，也常常整合编译、预览、环境管理等。后端部署处理的是 API、资料库连线、登录、付款、订单、库存等这些逻辑。所以前面提到的 Heroku、Render、Railway 以及 Cloud Run、App Runner， 甚至更进阶的 ECS 等都可以部署后端。不过讲到后端部署，还有一个新手很容易漏掉的问题，就是资料库。因为后端通常不只是一支 API 让前端打进来使用而已，它背后还有资料库用来储存会员、订单、付款记录、商品资料等。如果是小型专案，可能会直接用平台附的 PostgreSQL。只要资料开始变得重要，通常会使用托管资料库，像上一集提过的 AWS RDS 就是一种托管资料库。
它本质上仍然是 PostgreSQL、MySQL 等资料库，只是把很多维运工作交给平台帮你处理。所以托管的意思是，资料库仍然是你的，但备份、升级、部分维护工作交给平台帮你处理。不建议新手一开始就自己在 VM 里面装资料库，因为这样刚提到的备份、升级、安全性等问题都要自己顾。所以后端部署不是只有 API， 资料库放哪里也要一起想。回到访谈，主持人又问：那像节日限定礼盒，你们也是每间店自己做吗？丁丁说不会，节日礼盒不是每天都有人买，它需要特殊的包装、贴标、分装，甚至需要另一套设备。如果每间店都为了礼盒买一整套设备，会很浪费。所以丁丁的做法是，分店只负责接单，真的有人订礼盒时，才会把订单送给外包代工厂，代工厂做一盒就付一盒的钱，没有人订就不用付这套设备的闲置成本。回到网站的世界，这种部署方式叫 FAS，FAS 的全名是 Function as a Service， 中文通常翻成函式级服务。你只需要撰写一段要执行的程式逻辑，平台会在有请求或事件发生时帮你执行。它的特性是依照实际使用量计费，执行越多，使用的资源越多，费用就越高。常见的平台像是 AWS Lambda、Cloudflare Workers、Vercel Functions、Netlify Functions 等，而 FAS 特别适合事件触发后执行，做完就结束的工作，例如图片压缩、影片转档、产生 PDF、付款后寄通知、每天凌晨产生报表等。这些任务不一定要塞在主后端里，因为如果都塞进去，主后端可能为了少数的任务，长期开更高规格的机器。FAS 的价值就是把这些可以独立执行、做完就结束的任务拆出去，但它不适合所有的后端。如果任务要跑很久，或需要一直保持连线， FAS 就不一定适合。而且 FAS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，当这个服务一段时间没有启动的时候，平台可能会先把执行环境回收，等下一次有任务时，平台才会建立执行环境，载入程式。这段等待的时间叫做冷启动。所以如果希望每一次任务请求都要非常及时，延迟非常低， FAS 可能也不适合。对应钉钉的故事，就像是代工厂收到礼盒订单，就会需要重新设定产线，替换材料才能重新制作。这段等待时间就可以理解成冷启动。总的来说， IS 是租一间店面， CS 是把完整的饮料制作 SOP 交给统包商，让对方照着规格执行。 PAS 只提供饮料的配方，其他由统包商决定。 FAS 则是有订单时才找代工厂帮忙做事。最后，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整理成一张地图。当要部署一个服务时，可以先问第一个问题：要部署前端还是后端？如果是前端，再问第二个问题：网站是不是已经产生好静态档案？如果是，就可以试试看 GitHub Pages 或 AWS 的 S3 加 CloudFront 的组合。而如果不是，专案需要重新编译的话，就可以考虑 Vercel 或是 Cloudflare Pages。而如果是后端的话，再问下一个问题：每个服务请求有没有以下的特性：1. 需要长时间执行； 2. 需要一直保持连线； 3. 在意冷启动延迟。如果没有，而且工作属于事件触发后执行，做完就结束，就可以考虑使用 FAS， 例如 AWS Lambda、Cloudflare Workers、Vercel Functions 等。而如果有，再问下一个问题：有没有使用 Docker？ 如果有，可以考虑 Cloud Run、AWS App Runner 或更进阶的 ECS。如果没有，则可以考虑 Heroku、Railway、Render 等平台。当然，如果不想管这么多，不想分这么细，就可以直接租一台 VM， 全部都在同一台机器完成，也是没问题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再帮我按个订阅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